你能想象吗？一位年仅28岁的台湾女空服员，摇身一变嫁入中东的阿拉伯王室，成为了王子的第5位妻子。这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般的传奇故事，让无数人惊掉下巴。然而，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在新婚的当晚，这位新晋的东方王妃竟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震惊了整个王室后宫，也让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人目瞪口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一位普通的航空公司空姐，如何结识来自遥远国度的王子？跨越文化与信仰的差异，她又是如何走进皇室大门的？而在婚礼之夜，她究竟做了什么，竟能让见惯大风大浪的皇室成员都为之震惊？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充满戏剧性、文化碰撞和悬念的故事，看看这场童话般的婚姻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曲折和精彩。在遇见王子之前，小林只是千千万万乘务员中的普通一员。他出身于台湾一个小康之家，从小就对蓝天充满向往。大学毕业后，他通过层层选拔，成为了一名空服员，穿上笔挺的制服，开始了翱翔天际的职业生涯。空姐的生活并非外人想象的那般光鲜自在，长时间的航班，高空的干燥空气，日夜颠倒的作息，还有各种各样挑剔的乘客，都让初入行的小林吃尽苦头。但他咬牙坚持下来，每一次亲切地为乘客递上一杯水，每一次耐心地重复安全示范，都在磨砺着他的意志和微笑。5年的飞行经历让小林走遍了许多国家，也练就了一身应对突发状况的本领。他曾在万米高空处理乘客的疾病，在异国他乡安抚过焦虑哭泣的孩子，也曾微笑着化解商务舱里不愉快的争执。这些经历不仅增长了他的见识，更让他学会以宽容和淡定的态度面对人生百态。同事们都说小林是个乐观开朗的女孩，下了飞机仍旧充满活力，经常分享各地的趣闻和美食。尽管每天穿梭于不同城市，私下里小林也憧憬着属于自己的爱情和安定生活。他看过许多有钱乘客的奢华排场，却从未敢奢望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豪门的一员。在他看来，空姐嫁豪门只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调侃，距离自己遥不可及。然而，命运往往在我们毫无准备时悄然降临。正是因为这份飞行事业，让小林拥有了邂逅阿米尔王子的机会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空服员的历练为他敞开了通往新生活的大门。丰富的阅历培养了他的独立人格，训练有素的服务态度赢得了王子的欣赏，而乐观坚毅的性格则帮助他在后来的皇室生活中如鱼得水。谁能想到，平凡航班上的一次微笑会成为他人生巨变的起点呢？故事的开头要从一趟飞往中东的航班说起。我们的女主角名叫小林，是一位拥有5年资历的空服员。在这次航班上，小林像往常一样面带笑容地为乘客服务，丝毫没有意识到命运正悄悄向他靠近。一位温文尔雅的神秘乘客坐在头等舱，他身着低调而考究的传统长袍，举手投足间透着贵族气质，但又不失亲切。这名乘客正是后来改变小林人生轨迹的阿拉伯王子，只是当时的他还不知情。飞行途中发生了一件小插曲，一位老人家突然身体不适，需要紧急照顾。小林二话不说，立刻和同事一起展开救助，为老人测量血压，递水喂药，还不断用温柔的声音安抚紧张的老人。这一幕恰好被那位神秘乘客看在眼里，他注意到小林不仅外表甜美，关键时刻更展现出了专业沉着和富有同情心的一面。老人转危为安后，小林松了一口气，继续投入工作，而头等舱的那位先生则主动向他表示感谢和赞赏。落地后，这位神秘乘客在下机前特地找到小林致谢，并询问了他的名字。小林这才惊讶地发现，对方竟然是一位王子，来自中东某石油王国的皇室成员，名叫阿米尔。原来王子此次是低调出行，不愿张扬身份，以普通乘客的姿态体验民航服务，而小林的贴心与专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两人简单交谈了几句，阿米尔王子风趣地夸奖他，称像她这样善良又勇敢的姑娘在他们国家并不多见。这一句略带玩笑的称赞让小林脸颊微红，心跳加速，却也只是当作旅客礼貌的恭维。谁也没有料到，
这次机缘巧合的相遇，竟为日后浪漫故事埋下了伏笔。王子回国后，脑海中却总浮现出小林忙碌而认真的身影，他被她的气质深深吸引，于是通过航空公司联系到了小林，表达了想要再见面的意愿。收到王子的邀请时，小林又惊又喜，甚至一度怀疑这是不是一个恶作剧。毕竟，一个高高在上的阿拉伯王子，为何会对一位普通的台湾女孩念念不忘呢？但阿米尔王子诚意十足，特地派人送来了他的名片和正式邀请函，这才打消了小林的疑虑。就这样，跨越万里的缘分让两人的生活轨迹再次交织。小林鼓起勇气接受了邀请，与这位异国王子开始进一步来往。起初，两人通过邮件和长途电话联系，分享彼此的生活趣事和文化见闻。王子幽默地说他还记得飞机上那杯台湾乌龙茶的香气，而小林则笑言如果有机会见面，一定请他尝尝正宗的台湾珍珠奶茶，让阿米尔王子忍不住开怀大笑。语言并没有成为他们之间的障碍。阿米尔王子自小在欧美念书，英语极为流利，而小林作为空服员，用英语沟通也毫无问题。就这样，在轻松愉快的交流中，两颗年轻的心慢慢靠近。跨国情缘的火花点亮之后，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随之展开。经过数月的频繁联系和几次短暂见面，小林和阿米尔王子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。阿米尔被小林的纯真、善良和独立自信深深吸引，小林也渐渐爱上了这个幽默体贴又富有责任感的男人。终于，在一次浪漫的约会后，阿米尔王子郑重地向小林求婚。这突如其来的求婚令小林又惊喜又忐忑，他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重大的抉择，嫁给心爱的男人意味着他将远离家乡，步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和生活，更何况对方已经有了4位妻子。当小林将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时，全家人无不震惊的合不拢嘴。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女孩，居然要嫁入传说中的中东王室，还是以第5妻的身份。小林的父母一开始甚至以为女儿在开玩笑，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女儿将与其他4个女人共同分享丈夫。台湾传统观念里，一夫一妻是天经地义，如今却要让独生女远嫁异国，成为别人家庭中的一部分，这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接受范围。小林花了很大力气说服父母，他坦诚地表示自己深知这段婚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但爱情的力量让他愿意尝试跨越这道鸿沟。他耐心地向父母解释阿米尔的为人，他谦逊有礼，尊重女性，并且答应会善待小林。王子甚至亲自写了一封真挚的信给小林的父母，承诺会给他幸福，并邀请他们日后到他的国家做客。看到未来女婿如此诚恳，小林的父母态度才慢慢软化。他们担心女儿成为第5妻会受委屈，但更不忍心看到女儿错过自己的真爱。最终，在无数次家庭会议和深夜长谈后，家人含着泪点头同意了这门婚事。但母亲还是紧紧握着小林的手，千叮万嘱，说无论女儿在那边受了什么委屈，都一定要告诉家里，因为父母永远是她的后盾。除了家人的顾虑，小林自己也曾夜深人静时陷入纠结，她真的能接受与别的女人共享丈夫的生活吗？在浪漫爱情的光环之外，多妻制婚姻的现实十分复杂。她设想过可能遇到的种种情况，其他妻子的嫉妒，在王室中难以立足的尴尬，孤身在异乡的寂寞等等，这些问题让她一度彷徨。然而，每当她和阿米尔深谈，王子总是给予她信心。他坦诚地告诉小林，自己虽然身处多妻制文化，但他珍视每一段感情，更会竭尽所能去平衡每位妻子的感受。他希望小林不要把自己看作后宫中的一个竞争者，而是他的爱人和人生伴侣。阿米尔理解他的忧虑，为了表示诚意，他甚至表示愿意在婚后尽可能减少迎娶新妻，尊重两人的感情。正是在这样的理解和承诺下，小林逐渐下定了决心。他告诉自己，人生难得遇到真爱，这可能是命运给他的机会。虽然未来充满未知，他愿意相信自己的选择。就这样，28岁的台湾空姐鼓起勇气，决定远嫁中东，成为阿拉伯王子的第5位妻子。这一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，也在他熟悉的社交圈与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身边的朋友、
同事，甚至网友们都在议论纷纷，既为她感到不可思议，也为她捏一把汗。订婚之后，小林开始为嫁入皇室做各种准备。她辞去了工作，收拾行囊，带着忐忑又期待的心情飞往中东阿米尔的家乡。在王子的安排下，小林暂时住进了王宫招待宾客的别院，由专人指导她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。初到异国的她仿佛闯入了一个新世界，街道上几乎都是戴着头巾和长袍的人们，清真寺的宣礼声每天准时响彻天空。气候干燥炎热而阳光炽烈，对于从小生活在宝岛台湾的小林来说，这一切都新奇而陌生。为了能够融入皇室家庭并赢得长辈的认可，小林在婚前需要跨越的不仅仅是语言的障碍，更包括宗教信仰和社交礼仪等方方面面的适应。他面对的主要挑战包括以下几点：信仰转换。小林发现阿米尔的家庭信奉伊斯兰教，按照习俗，她需要考虑是否改信伊斯兰教，以便更好地融入丈夫的文化。虽然宗教信仰是个人内心之事，但为了表示尊重，小林开始学习伊斯兰的基本信条和礼仪，包括每天祷告的方式、斋月的禁忌等。据传，她最终在婚前举行了简短的清真入教仪式，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作为自己的穆斯林新名，表示愿意接受丈夫的宗教背景。语言学习，在语言方面，小林也下了一番苦功。尽管王子和皇室成员多数能够使用英语沟通，但作为未来的王妃，小林希望能学会一些阿拉伯语言来表达对新家人的尊重。她每天都跟着一位语言老师学习阿拉伯语，从最简单的问候语和日常用语学起，例如用阿拉伯语说你好、谢谢等礼貌用语。刚开始她发不出一些阿拉伯语发音，常常逗得老师和她自己一起哈哈大笑，但在笑声中，她逐渐掌握了窍门，甚至学会用阿拉伯语向王子的父母问好，这让长辈们非常高兴。服饰与礼仪。作为一名穆斯林王子的妻子，小林必须学会当地的服饰规范和社交礼仪。她第一次穿上传统的长袍和头巾时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又新鲜又别扭。以往习惯了空姐制服和时尚洋装的她，如今全身包裹的只露出一张脸，甚至需要在公众场合遮盖头发。炎热的天气下穿长袖长裤，一开始让她有些不适，但她为了爱人在所不辞。宫里的礼仪老师还教导她在正式场合如何行礼，如何行文手礼，见到长辈时要说哪些祝福的话等等。这些繁琐的礼数，小林都努力记在心里，多次练习。一次练习中，她因为紧张，不小心踩到了自己的长袍下摆，差点摔倒，引得在场的礼仪老师忍俊不禁。小林自己也拍拍胸口笑了，心想这皇室贵妇的形象可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。饮食调整。来到中东后，小林的味蕾也经历了一番挑战。台湾人爱吃猪肉和各种小吃，而伊斯兰教禁食猪肉。王宫的饮食以牛羊肉、米饭和香料浓郁的炖菜为主。刚开始，小林有点吃不惯那些厚重的香料味道，甚至一度想念家乡清淡的菜肴和珍珠奶茶。为了解馋，他偷偷让人从华人超市买来了台湾的乌龙茶叶，泡给自己喝。慢慢的，小林也开始喜欢上一些中东美食，比如烤羊肉串和鹰嘴豆泥。饮食的改变虽然是小事，却时时提醒着他身处异乡，需要逐渐适应当地的一切。皇室规矩，嫁入王室并不像嫁入普通人家那么简单。小林得熟悉皇室的规章制度，例如哪些地方可以自由出入，哪些话题在公共场合不能谈论，以及在媒体面前如何保持礼貌的微笑等等。王室为他安排了一位女官引导，告诉他皇室内部的称呼体系，要称呼国王为陛下，称王后为王后殿下，对长辈要使用敬语，不得直呼姓名。在婚礼正式举行之前，小林甚至被安排与皇室的重要成员一一见面，提前问候致意。尽管这些礼节让他感到紧张万分，但他明白这是迈向新生活必须迈过的一步，每天都以认真的态度去面对。在这些准备过程中，小林既感到充实，又有时觉得疲惫。他常常在心里安慰自己，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每当夜深人静，他会想起远在台湾的家人和过去自由自在的日子，也会流露出一丝思乡之情。
但当他看见阿米尔王子满怀期待和关切地注视着自己时，小林又重新振作了精神。他知道自己正在为所爱之人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这段跨文化适应的经历让小林对阿拉伯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也让王室上下看到了这个东方女孩的真诚与努力。终于，婚礼的日子到来了。这是一场举国瞩目的盛大婚礼。阿米尔王子迎娶来自东方的公主。婚礼仪式融合了中东皇室的传统与些许东方元素，既有阿拉伯风格的豪华宫殿布景、盛装的骆驼队迎宾，也有小林坚持加入的中华祝福环节。为了照顾小林家人的感受，王室特别邀请了他的父母及亲友飞抵中东观礼。婚礼当天，小林身披一袭雪白的婚纱，外面再罩上一件金线刺绣的传统长袍，头戴精致的宝石头冠，既美丽动人又庄重典雅。仪式上，国王和王后也亲自出席，为新人祝福。面对眼前这一切童话般的场景，小林恍如梦中，父母在台下激动得热泪盈眶。然而，在这华丽婚礼的帷幕之后，新娘小林心中明白，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。按照习俗，当夜阿米尔王子将留宿在新娘的宫殿中，这是属于新婚夫妻的洞房花烛夜。但对小林而言，宫中还有4双眼睛在默默注视着这一切，那就是王子的4位妻子。婚礼之前，他曾有幸在王子的安排下与其他妻子们简单见过一面。那些美丽的女子各有风姿，年长的第一任妻子端庄持重，是王子的表亲兼少年夫妻，育有子女，在后宫中地位最为尊贵。第2任妻子出身邻国皇族，高贵艳丽。第3任妻子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外交官之女，与王子有许多共同语言。最年轻的第4任妻子只有20出头，正是如花似玉的年纪。面对这4位姐姐，小林既敬佩又有几分惶恐。他能感觉到其中有人对他友善好奇，有人却隐隐带着戒备与冷淡。毕竟他的到来打破了原本的平衡。新婚之夜，当身着盛装的新人被送入洞房，王宫内外渐渐恢复平静。然而，就在所有人以为王子和新王妃将共度良宵时，小林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。他轻声对阿米尔说出自己的想法。王子听后先是诧异，继而露出了欣赏的笑容。随后，在王子的授意下，一名侍女快步离去传话。不多时，后宫的几位妻子陆续来到了新王妃的房间。原来，小林主动请求在新婚之夜与其他几位妻子见上一面。他诚恳地表示自己远道而来，初来乍到，一直承蒙各位姐姐的照顾和包容。他希望借此机会当面向几位姐姐致意和敬茶，以表达自己的尊重和善意。这样大胆而破格的请求，在阿拉伯皇室的婚俗中前所未闻。但出于对新王妃的好奇和王子的面子，4位妻子还是聚到了一起。新娘亲手奉上了准备已久的茶水和礼物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她端出的不是当地传统的薄荷茶，而是来自她家乡的东方乌龙茶。小林用他练习许久的阿拉伯语问候每一位姐姐，并郑重地奉茶请安，就像东方新媳妇拜见长辈那样行大礼。一时间，房间里静得落针可闻。年长的第1任妻子原本端坐一旁，带着审视的目光，当尝了一口茶后，她的神情渐渐柔和了下来，轻轻点头表示接受。另一位原本神情冷淡的妻子也放下了戒心，低声感叹说，从未喝过这样的茶。最年轻的第4任妻子更是睁大了眼睛，似乎被这个意外的举动所感动，不由自主露出了微笑。更让他们意外的是，小林为每位妻子都准备了一份来自台湾的精美小礼物，每条丝绸手帕上都绣着不同的花卉图案，寓意着每位姐妹各自的美丽与芬芳。小林将礼物双手奉上，并温柔地表示自己作为后来加入的小妹，希望得到各位姐姐的指点和照顾。这一句通过翻译传达给在场的妻子们，让众人心头微震。谁能想到，一个新进门的年轻女孩并没有一味争宠，而是如此谦逊地自称妹妹，请求他们的照拂。此时此刻，所有人都被小林的举动和态度所折服。就这样，本该属于新婚夫妻的甜蜜夜晚，
变成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茶话会。阿米尔王子坐在一旁，见自己几位夫人围坐一圈，与新娘低声交谈，场面竟出奇的和谐，忍不住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据说当晚几位妻子与小林谈了很久，从故乡风情聊到孩子教育，不知不觉消除了许多陌生感。虽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亲如姐妹，但至少这一夜，他们敞开了心扉，彼此展现出善意和尊重。这一反常的洞房之夜，让王宫上下所有人都大为惊讶。在传统观念中，新娶的妻子往往会在新婚之夜独占王子的宠爱，后宫中难免滋生嫉妒。而小林却选择了主动示好，化解可能的矛盾，将本应暗流涌动的夜晚变成了一场温馨的交流。这一举动很快就在皇室内部传开，甚至第二天就隐隐传到了侍从和仆人们的耳中。大家纷纷感叹，这位来自东方的新王妃智慧过人，胸怀宽广，竟能在新婚之夜主动团结姊妹，实属罕见。这段空姐嫁入王室的传奇在网络上迅速传开后，立刻引发了轩然大波。网友们仿佛吃了一颗重磅瓜，纷纷在社交媒体和论坛上发表看法。一时间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，有羡慕的、惊讶的，也有质疑和担忧的。以下是一些典型的网络反应。有人由衷赞叹，这简直就是真人版的童话故事，普通女孩也能当上公主，太励志了。许多网友觉得小林的经历像偶像剧般浪漫，称她为台湾之光，羡慕她找到真爱又飞上枝头变凤凰。也有人表达担忧，嫁过去是否真的能幸福？当第五个老婆听起来确实很凄凉。这一类评论替小林捏了一把汗，担心她在多期的婚姻中会受委屈，被冷落，甚至卷入后宫纷争。一些理性的网友分析了跨文化婚姻的现实挑战，指出小林不仅要适应语言和宗教差异，更要面对后宫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压力可想而知。他们认为童话背后少不了艰辛，提醒大众不要只看到表面的风光。还有部分声音相当犀利，有人质疑这哪里是童话，分明就是拜金，不是真爱，谁愿意给人做小？少数酸言酸语怀疑小林看重的是王子的财富和地位，认为这样的婚姻难长久，并对王子同时娶多位妻子的行为表示不耻。相反地，也有人替王子喊冤，认为人家是真心相爱，只是文化不同。在阿拉伯，有钱人娶多个老婆很正常，并不代表没有感情。这些网友希望旁观者尊重他国文化，不要用有色眼镜看待这段婚姻。更多的吃瓜群众则调侃说，仿佛在看宫斗剧。还有人笑言空姐的职业训练让小林情商特别高，才能镇得住后宫。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表示，干脆去当空姐，说不定哪天也能遇到自己的王子。总体来看，网络舆论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，一边是不少人在送上祝福和艳羡，另一边则有不少人在表达质疑和担忧。前者认为小林勇敢追爱，收获了童话般的人生，而后者则替他未来的生活感到不安。无论观点如何，这个话题都成功地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，一时间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谈资。这样的轰动事件自然伴随着各种传闻和想象，一些夸张的说法在坊间流传，我们不妨看看其中几则典型传闻，并分析背后可能的真相。首先，有传言说阿米尔王子为了迎娶小林，悔婚了原本家族替他安排的一门亲事。有人声称王子原本订婚的对象是一位贵族小姐，小林的出现让王子毅然取消了这桩门当户对的婚约，甚至一度引发皇室内部的争议。针对这一点，王室方面并未公开回应。然而，侧面消息透露，王子的确在结识小林后推迟了原定的婚礼计划。这是否意味着他为爱抗旨退婚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阿米尔坚持迎娶小林，说明在他心中，这段感情的分量足以压过那些政治联姻的考虑。还有一种说法颇为耸动，据传，阿米尔王子为了给小林腾出名分，不惜休掉了一位不得宠的妻子，以确保自己名下正式妻子的数量没有超出4个。这听起来像是电视剧情节，但并没有可靠证据支持。事实上，截至目前，王子的4位原配妻子依然各居其位，并未听闻哪位被逐出皇室。小林成为第5位妻子的过程或许有一些特殊的法律和传统安排，
毕竟伊斯兰教教义允许最多同时拥有4位妻子，但外界并不清楚具体细节。可以推测的是，王室可能通过某种方式，例如给予其中一位妻子荣誉头衔，或调整其身份，使婚姻形式符合规定。不管内幕如何，至少表面上并没有出现为新人扫清障碍而牺牲旧人的情况。除此之外，不少人对小林婚后的生活充满猜测。一些传闻认为她嫁入王室后失去了自由，过得并不开心，甚至有说法称她曾因为思念家乡而偷偷落泪。有媒体炒作她难以融入后宫，在豪华宫殿里过得孤独落寞。然而，从目前有限的公开信息来看，并没有证据支持这些悲情描述。相反，婚后的小林曾在王子的陪同下出席慈善晚宴和文化交流活动，身穿典雅的礼服，落落大方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。熟悉内情的人透露，小林虽然低调，但在皇室生活中逐渐适应，不但努力学习阿拉伯语与当地文化，还参与了王妃们组织的慈善项目。他的父母也在婚后半年受邀前往中东探望女儿。据闻他们回来后告诉亲友，小林在那边过得很好，王子和皇室待他甚是礼遇，让家人非常放心。当然，对于这些传闻和坊间想象，当事人并没有直接回应。正如大多数王室故事一样，真实的生活细节往往只掌握在当事人手中，外界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们能确定的是，小林从一个普通空服员蜕变为王妃，她的人生轨迹实在充满戏剧性，但童话的背后有多少辛酸与妥协，只有她自己最清楚。对外人而言，与其胡乱猜测，不如静待时间揭开真相。从这个故事中，我们既看到了童话般浪漫的一面，也看到了跨文化婚姻背后现实的考验。小林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爱情的力量和包容的价值。在真爱面前，文化、地域甚至婚姻形态的差异都不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。但与此同时，这段婚姻也提醒我们，童话的实现在现实中需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和努力。28岁的台湾女孩远嫁中东王室，成为5妻之一，这件事本身就突破了许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想象。它让我们思考，在全球化的时代，不同文化之间的情感联系会产生怎样的火花。小林和阿米尔王子的结合，某种程度上搭起了一座东方与中东之间的桥梁。他把中华文化的柔美和智慧带进了皇室后宫，也将阿拉伯世界的风俗与信仰介绍给了身边关心他的人。通过他们，我们看到两种文化并非格格不入，只要有理解和尊重，完全可以在碰撞中实现融合。当然，并不是每段跨文化恋情都像故事般传奇。现实生活中，语言不通、观念差异、家庭阻力等都可能成为难以克服的障碍。小林能够坚持走到最后，既有个人性格坚毅、情商极高的因素，也离不开阿米尔王子对他的支持和承诺。这份坚持和包容，恰恰是跨文化婚姻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。对于吃瓜群众来说，这则新闻满足了我们对于奇迹和传奇的好奇心，但在惊叹之余，也许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故事背后传递出的开放与理解。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，小林选择了非常之道路，但只要那是出于真心，并且他能够从中获得成长和满足，那么旁人的质疑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小林的故事还在继续，他未来的人生篇章等待着时间去书写。童话般的开头之后，究竟会不会有一个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圆满结局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段跨越国界与文化的爱情已经深深触动了无数人的心。在现实与童话交织的人生中，小林和阿米尔勇敢地谱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传奇。让我们祝福他们，也期待着时间为这段故事揭晓一个精彩的后续。